火力军这边建议俄飞行员逃离卡武二，因为最近乌克兰国防部又发布了一架卡武二被击落的视频。当然，这没什么稀奇的，俄乌战争打了1年多，卡武二早就被打成稀有动物了。稀奇的是，这是首个卡武二使用弹射逃生系统的视频。在之前战例中，卡武二被击中后基本上都是迫降逃生，而且卡武二的弹射逃生系统在直升机里是独一家，其他5支都没有。比如美国的阿帕奇出了事只能紧急迫降，靠自身的抗坠毁结构硬顶。虽然听起来卡武二挺安全的，但实际并非如此。卡武二的弹射逃生系统并不靠谱，就比如乌克兰这次公布的卡武二，飞行员启动弹射逃生之后也一样挂了。问题来了，为什么在所有的直升机中就一个卡武二配备了弹射逃生系统？对于飞行员而言，在遇到事故后是紧急迫降更安全，还是启动弹射逃生系统？这次乌克兰公布的视频里，卡武二之所以启动弹射逃生系统，大概率是因为飞得太高了，强行迫降的结局只有一个，机毁人亡。乌克兰国防部还发布了疑似这架卡武二坠毁的照片，机身碎了一地。弹射逃生的话还有机会生还，不过就结局来看，二者没什么区别。根据俄罗斯士兵母亲委员会发布的信息，之前有一名卡武二的飞行员罗曼·菲拉托夫阵亡，大概率就是弹射逃生的飞行员。不过弹射逃生系统不靠谱，在俄军内部已经是人尽皆知了。这次逃生失败也没什么好稀奇的。卡武二配备的弹射逃生系统代号为 K37800，由红星设计局研制，在卡武二的座舱顶部和旋翼上设置爆炸装置，飞行员启动逃生装置之后，直接在座舱玻璃上炸个通道，同时6片旋翼也被摧毁。飞行员座舱下面还有一个小型火箭发动机。等上方清理出逃生通道之后，直接将飞行员弹射出去，最后就是放出降落伞逃生，整个过程大概2.5秒，看起来挺不错，但实际用起来完全不是一回事。卡武二的弹射逃生系统在服役之后事故不断，在4起坠机事故中，只有1例成功弹射逃生的例子，而这唯一一次成功的案例还是 K3780不正常启动，所以俄军飞行员也不想用。在俄乌战场上，卡武二飞行员很少使用弹射逃生系统，如果有可能都是迫降。不过就目前俄乌战场而言，卡武二没什么表现的机会，俄军没有制空权，卡武二在前线活动的时候很容易被乌军锁定，飞得低会被毒刺暴打，飞得高又会被威力更大的防空导弹锁定，主动防御系统都没用，加上抗坠毁设计与弹射逃生系统不靠谱，对于卡武二飞行员而言，赶紧润才是正道。当然，就俄罗斯的技能加点方式，弹射逃生系统有问题，火力军不算很意外。问题是为什么在直升机中只有卡武二配备了弹射逃生系统？卡武二长得很独特，比如头顶上方的共轴双螺旋桨，属于苏联卡莫夫设计局的招牌技术，跟其他5支完全不一样。而这也是为什么卡武二要装备弹射逃生系统。共轴双螺旋桨的设计确实有优点，与传统直升机相比，尺寸大大缩小，重量更强，机动性更好，在大载荷以及不利环境下有更好的爬升和悬停能力。只是共轴双螺旋桨也是卡武二最大的隐患。直升机的螺旋桨基本上都是柔性设计，高速飞行的时候会上下弯曲，而共轴双螺旋桨在运行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螺旋桨互相撞击的情况。比如卡武二的前辈卡50在试飞的时候就出现过2次机毁人亡的事故。而对于一般的直升机而言，如果遇到事故，就是靠螺旋桨的自转减缓飞机的下坠速度，再结合吸能设计来减少人员伤亡。这个算是主流直升机的保护装置，毕竟军用直升机一般都是在低空和超低空工作，迫降难度比战斗机小得多。就算是发动机不转了，直升机的旋翼还能自旋，就跟竹蜻蜓一样，能为直升机提供一定的升力，保证缓慢下降。同时，直升机的
的结构很硬，抗坠毁设计也不错。就比如黑鹰直升机，座舱结构和座椅都有很强的抗坠毁能力，能吸收坠毁冲击能量，保证在坠地后不会彻底变形。油箱也是专门的抗坠毁油箱，坠地后不会爆炸或者爆燃。所以现代军用直升机由于本身迫降难度就小，抗坠毁能力还强，很少会选择使用技术复杂的直升机弹射逃生系统。除了卡5-2，对于卡5-2的飞行员而言，平常都害怕螺旋桨出事，一旦出事，螺旋桨先不罢工就已经很不错，所以俄罗斯就只能选择弹射逃生。只是卡5-2的弹射逃生系统也不怎么靠谱，螺旋桨桨叶太多了，要确保同时爆炸有点难，一不小心就会出现事故。从实际事故的统计数据来看，卡5-2出现坠机事故之后，飞行员获救的概率相当小，其救生系统的总体效能，特别是性价比这一块，比主流直升机的被动式设计差太多了。总的来说，以直升机的飞行高度和机身情况，弹射逃生系统不一定比抗坠毁设计更有用。欧洲、美国比较重视迫降后的机身抗摔能力，俄罗斯之前的飞机抗摔上不去，加上共轴双螺旋桨的设计，只能搞花样弹射。只是300米以下的飞行高度，等弹射与飞机摔没什么区别。最后就是俄军自己都不待见卡5-2。当然，卡5-2的弹射逃生系统不行，也不能怪它，只能说俄罗斯的科技树点歪了。从苏联那会儿就已经是这样了，加上直升机加装弹射逃生系统的难度很大，比如结构、飞行高度、时间控制等等，最终导致卡5-2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限制直升机安装弹射系统的最大原因就是直升机本身的结构。弹射逃生系统是在飞机发生故障后，依靠座椅下的动力装置将飞行员射出机舱，然后张开降落伞，保证飞行员平稳落地。但是直升机机身上方有主旋翼，没办法像固定翼战机那样直接向上弹射，而且机头还有装备武器，舱内又有设备，空间小，个头比较大的弹射逃生设备很难装进去。其次还有飞行高度，5直都是超低空飞行，逃生时的高度只有几十米或者几百米，降落伞展开后没有足够的充气时间，很难保证飞行员安全落地。当然，也有俄罗斯技能加错点的原因。对于弹射逃生系统而言，核心部分就是弹射座椅以及能否自行判断当前情况，其性能优劣直接决定飞行员的小命。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保证弹射座椅的完整。整个系统的总体积不仅要满足直升机的要求，还要确定直升机受到攻击时弹射座椅不会受到损伤，这就对座椅的材质有要求了。其次，还要保证在弹射座椅出舱后的初速度、加速度以及过载参数属于安全的范围，这需要弹射系统自行判断，并通过预设的方案弹射。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测控技术。直升机出事的时候，需要判断的因素很多，比如高度、速度、加速度等等。同时，开伞的时机也需要注意，需要弹射系统针对不同的出舱速度选择不同的开伞时机。这是俄罗斯科技领域的情况，各位都知道，简直是惨不忍睹。所以需要飞行员自己判断现在能否弹射，这就很考验飞行员的判断力，出点意外很正常。不过对于战斗机而言，弹射逃生系统就没那么拉胯了，弹射座椅已经被各国玩坏了。战机的弹射逃生系统其实诞生得很早，2战那会儿就有了。当然，1战期间也有，但不太成熟。1战早期的作战飞机基本上都不配降落伞，毕竟速度慢，升阻比较好，被击中之后还能选择滑翔迫降，而且座舱空间小，降落伞也放不下。到1战后期才有这玩意儿。不过当时的飞行员跳伞逃生的时候，还要打开座舱自己爬出去吊伞，万一座舱卡住或者跳伞高度太低，基本上就没救了。所以到了2战期间，德国就研究起了弹射座椅。是的，又是德国这个小天才。德国在1943年研制出了首款使用火药动力的弹射座椅。到2战结束前，德国的 HE-219 型夜战战斗机、DO-335 型截击机都装备了早期的火药弹射座椅。2战结束后，这些经验和资料就是盟军的了。苏联的米格15、美国的 F-89 都配备了火箭弹射座椅，当然性能也就那样，对出舱姿势有要求，比如必须收腿、坐直等等。
其中米格15还需要飞行员自行解脱弹射座椅。不过第一代喷气式飞机很快就被淘汰了，超音速战斗机横空出世，弹射救生系统也开始玩花活。不过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技术特征也没太大的变化，都是火箭弹射，飞行员离开飞机后打开降落伞。但是在具体的技术上，美国跟苏联的路走歪了。比如苏联的米格21，当飞行员启动弹射救生系统，会有一个前罩卡在飞行员面前，不至于被高速气流吹袭。而美国则是打算在战机上使用整体式逃生舱的设计，比米格21的前罩更过分，只是系统更复杂，弹射逃生动作越多，可靠性也就越差，所以这种弹射救生系统并没有活下来。后来各国又重新回归了常规的火箭弹射座椅救生系统，最经典的就是英国马丁贝克公司的 MK10系列以及苏联的 K36D。相比较之前的子弹射座椅，现在的弹射逃生系统高度自动化，飞行员要做的只是拉动弹射拉环，随后弹射座椅上的约束装置将飞行员的双腿约束到固定位，飞行员离机后，小型火箭发动机甚至能调整姿态，并且是自动脱离并开启降落伞，根本不需要飞行员手动操作，甚至说在低空倒飞不规则姿态下同样可以使用。比如 K36D 型弹射座椅就不止一次的在战机处于低空且处于倒飞状态下挽救了飞行员。火箭弹射座椅发展到这儿，基本上已经达到了航空救生系统的极限，各国都没有研发新一代救生系统的打算，所以现在的5代机用的也是这些火箭弹射座椅的改进型号，比如 F35 用的就是马丁贝克 MK16型弹射座椅，而苏57用的也是 K36D 弹射座椅的新一代版本。总的来说，对于战机而言，没有结构螺旋桨的干扰，逃生弹射系统要比直升机更容易一点。当然，战机逃生手段也就一个火箭弹射座椅，不用不行。但直升机不是，在火力军看来，直升机的抗坠毁设计要比弹射逃生系统更有用。卡52独有的弹射逃生系统也不过是被迫无奈罢了。只是由于俄罗斯科技不行以及直升机本身的限制，卡52的逃生系统并不靠谱。加上俄军在当前的俄乌战场没有制空权，火力军建议俄军飞行员还是赶紧逃离卡52，要不然就因为弹射失败阵亡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对于直升机而言，抗坠毁设计与弹射逃生系统哪个更有用？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